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，欢迎收看关节行不行？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人工关节感染的问题。在台湾每年有大概2万多个人工关节的手术，大部分恢复的效果都非常的好，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微创的技术，手术伤口小，而且恢复快，很快就可以走路出院了。但是呢，有少部分的人啊，大概是一辈子有1%到2%的机会会有人工关节感染的问题。人工关节感染虽然发生的几率很低，但是呢，因为它处理起来非常的棘手，医生要依照每个人的病况不同而去做不同的判断跟不同的处理，所以每个医生遇到人工关节感染都是非常伤脑筋的。人工关节感染的致病时程呢，分成急性跟慢性2大类。急性的感染就是说，在手术后1个月内就发生的感染。那慢性的感染呢，可能是手术后2、3个月，或甚至是2年、5年、10年之后所发生的感染。在急性的人工关节感染，通常症状会来得又快又急，可能很快就会觉得红肿、热痛，甚至伤口就有分泌物跑出来。但是在慢性的人工关节感染，通常症状都会慢慢的发生。大部分的人呢，都只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疼痛，而没有红也没有肿的现象发生。那来照 X 光片呢，如果时间久了，可能就会发生人工关节松脱的现象。那如果再久一点呢，里面已经化脓了，甚至皮肤会破一个洞，就会有脓有分泌物流出来。到底是哪一些细菌造成人工关节感染的呢？在急性的感染，大部分都是致病力比较强的细菌，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，它很快就会让症状发生。但是在慢性的感染里面呢，大部分都是致病力比较弱的细菌，它常常可以在人体里面共存一段时间以后，才让症状慢慢的产生。但是呢，这些致病力比较弱的细菌，并不代表比较好处理。这些致病力比较弱的细菌呢，常常它会有抗生素的抗药性，你用药物去杀它，怎么杀都杀不死，所以常常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棘手。那为什么人工关节感染会这么难处理呢？这个就不得不提到生物薄膜 biofilm 这个东西。在细菌附着到人工关节上面以后呢，细菌会自己分泌一层物质，就叫做生物薄膜，它会把自己覆盖住，让外面的抗生素啊，还有其他的药物进不来，来抵抗这些药物的治疗，所以药物治疗就会没有效，那当然就必须要开刀来处理了。那生物薄膜其实就像是细菌的金钟罩跟铁布衫，所以不管用什么药物、什么方式来治疗，除非移除这层生物薄膜，不然是治疗是不可能成功的。那要怎么样来处理人工关节感染呢？在急性的人工关节感染，通常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，细菌还没有形成生物薄膜的时候，或许我们用药物或者是简单的清创小手术就可以解决了。但是在慢性的人工关节感染呢，通常细菌就已经形成了生物薄膜 biofilm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唯一的方式大概就是移除人工关节，就是开刀把人工关节全部拔掉，然后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呢，先出来回到病房，然后用抗生素治疗一段时间，等到感染完全治疗好了以后，再把新的人工关节放进去，等于至少是需要2次的手术，所以是非常棘手的一个情况。既然人工关节感染这么难处理，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要避免人工关节感染的发生。那其实除了手术的时候要找专业的关节重建团队以外呢，其实最重要就是自己个人的卫生一定要非常的注重。如果说手啊、脚啊有一些伤口啊，一定要赶快把它处理好。那如果有牙周病啊，要赶快治疗；有泌尿道感染啊，也要赶快治疗，避免让感染扩散，让细菌经过血液循环跑到人工关节里面。这个才是预防人工关节感染最重要的方式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未来呢，我们会有更多关节相关的保健知识分享给大家。关节行不行？我们下次再见。